1970年代，美国空军碰到个越来越头疼的事儿，就算战机飞得再快，也躲不过苏联密密麻麻的防空导弹，雷达越做越准，导弹越飞越快，还有米格25这种高速拦截机盯着，天空直接成了美国飞行员的噩梦。问题清晰可见 ，SR-71黑鸟已经把速度飙到极限了，可苏联的导弹也在跟着进化。B-52这种庞然大物更是天上的活靶子，一飞过去就被雷达盯上，再快再猛都没用，那要怎么才能活下来？答案听着很科幻，不是跑得更快，而是干脆消失。就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想法被摆到了五角大楼桌上，造一架几乎看不见的飞机。它可能丑得离谱，可能完全不符合常规设计，但只要能骗过敌人的雷达，就能彻底改写战争的逻辑。而接下这份科幻委托的不是别人，正是洛克希德的臭鼬工厂。一群工程师关起门来，开始拼接一架前所未有的黑色怪物。这就是今天的主角 F-117夜鹰。要理解 F-117为何诞生，得先回到越南的天空。1965年到1973年，美军飞行员发现敌人最狠的杀手不是米格战机，而是苏制的 S-75导弹。那根白色的尾迹在天上划过几秒，接下来就是轰隆一声爆炸。很多飞行员后来回忆，只要看到那条白线，心脏立马凉一半，知道自己可能要完了。战争后半段，美军算损失时发现，再快的 F-4鬼怪，再坚固的轰炸机，都没法保证能冲破防空网。北越就那么点导弹，已经让美军焦头烂额了。那要是把场景换到欧洲，面对苏联铺天盖地的导弹阵列，美军几乎没胜算。冷战高层很快得出结论，靠速度硬拼已经走到头了。下一代飞机不是要比敌人更快，而是要让敌人压根看不到你。于是，负责为军方研发前沿技术的美国国防高级计划研究局 DARPA 在1970年代立项，代号 Hive Blue， 目标特别疯狂，把飞机的雷达反射面积压到一只麻雀的水平。意思就是敌人雷达扫到只会以为是只鸟，根本不会当成战机。听着像疯子想出来的点子，但只有这种疯狂才能让美国在冷战天空里重新找到活路。如果说凯利·约翰逊把臭鼬工厂变成了冷战的造梦机，那接过他衣钵的就是他的得意门生本里奇。这个人脑子里就一个简单的信条，想在冷战里活下去，就得敢做别人不敢想的事。不过你可能想不到，隐身的数学钥匙居然来自苏联。1971年，一篇苏联数学家彼得·乌菲姆采夫写的论文被翻译成英文。论文里说了个挺冷门的结论：雷达波打在平面上时，不会原路反弹回雷达天线，而是会散射到无关紧要的方向。美军研究员看完直接惊呼：这不就是隐身的数学公式吗？于是洛克希德臭鼬工厂干了件匪夷所思的事儿，他们不追求流线型，也不琢磨超级发动机，而是把飞机的外形切成一块一块奇怪的平面。你想象下，就像用一堆三角板拼出一架飞机，飞起来一点都不优雅，但雷达波一撞上去，就像碰到碎镜子，四处乱射。结果就是敌人的雷达屏幕上几乎什么都看不见。1977年Hive Blue原型机试飞，第一次亮相，很多人忍不住笑，这玩意儿哪像飞机，明明是只丑陋的折纸工艺品，机头尖尖的，机身像削过的钻石，没有一条顺眼的曲线。可当雷达数据传过来时，全场瞬间安静了。它的雷达反射面积真就小到跟一只小鸟差不多。工程师后来打趣说，它不是飞起来像石头，是石头终于学会飞了。就是这个丑东西打开了冷战天空的一扇新门，隐身不再是幻想。1977年Hive Blue原型机刚证明隐身可行，美国空军立刻拍板，这东西绝不能放出来给人看，要直接做成秘密武器。于是一个全新的计划立项，名字特别朴素 F-117， 但它的诞生过程简直就是一部谍战片，项目直接进入绝密状态，连很多空军将军都不知道有这么个东西。档案柜里它的代号叫黑计划，研发现场更干脆，被叫做黑屋子里的飞机。在哪儿造？答案当然是冷战最有名的秘密基地内华达的格鲁姆湖，也就是大家常说的51区。那片沙漠白天热得像烤箱，晚上冷得像冰窖，却成了 F-117的秘密试飞场。飞行员在里边训练，外界连半点风声都漏不出去。谁要是敢说出去，等着的就是秘密协议的严惩，没人敢冒这个险。但隐身换来的不是万能，为了做到几乎零雷达信号，设计师做了很多妥协。它的气动性能差得要命，靠传统气动学根本飞不稳，必须依赖电传飞控，一种通过电脑实时调整机翼、尾翼，辅助飞机稳定姿态的技术来纠错，不然就跟没头的纸飞机差不多，一飞就歪。它也根本没有空战能力，只能挂2枚激光制导炸弹，说白了就是个精准投弹专用机，除了偷扔炸弹，别的啥也干不了。还有它的单价高的离谱，
一架的成本比同年代的战斗机贵好几倍，但换来的是敌人雷达上的一片空白。飞行员的选拔也严格到变态，能坐进 F-117的都得通过最高级别的心理和体能筛选，还要签厚厚的保密协议。他们自称是夜间幽灵骑士，每次执行任务就像从地图上消失的影子，没有身份，没有记录，连家人都不知道自己在飞什么。对外界来说， F-117就像个不存在的传说，可在冷战的暗夜里，它正在一步步成型，准备颠覆整个战场的规则。1989年 F-117第一次被派上战场，目标是巴拿马的诺列加指挥所。夜幕一降，几架夜鹰无声无息地从空中划过，炸弹精准地落在指挥所屋顶。巴拿马人甚至没反应过来，敌机没听见声音，雷达什么都没发现，到最后只剩一堆燃烧的废墟，他们都没搞明白袭击是从哪儿来的。这是 F-117的首次亮相，冷静的像场热身。真正让它成名的是2年后的1991年海湾战争。当时美国空军想一夜之间瘫痪伊拉克的防空系统，谁能扛起这场开幕大戏？答案就是 F-117。虽然 F-117的出动架次只占美军总架次的 2.5%， 但他们却摧毁了 40% 的关键战略目标，像巴格达的防空司令部、雷达站、军火库，这些敌人的眼睛和心脏全成了他的靶子。战争第一晚，夜鹰编队直扑巴格达，有人亲眼看到一枚激光制导炸弹精准地钻进大楼窗户，直接把防空司令部炸成火海。那一刻，伊拉克军官愣在雷达屏幕前，只看到满屏雪花，敌机完全隐形，仿佛根本不存在。一位 F-117飞行员后来回忆，那一晚整个巴格达的天空就是我们的剧场，我们是演员，敌人连当观众的资格都没有，因为他们根本看不到我。这场战役的结果是战略意义上的地震。几十年来，隐身只是纸上的理论，可当 F-117把炸弹精准投到敌人心脏里，全世界才明白，隐身不是噱头，是真能改写战争规则的力量。不过，隐身再强也不是神话，它也有自己的裂痕。1999年科索沃战争，一架 F-117在夜空执行任务时，被南联盟的防空部队打了下来。更让美国刺痛的是，敌人用的不是什么最新科技，而是上世纪60年代的老式 SA-3导弹。后来南联盟军官解释，他们没靠雷达锁定，而是靠经验摸透了 F-117的飞行航线，再用雷达短暂开机扫一下，地面观察哨补盲的战术，硬是抓准了攻击窗口。结果导弹一击中， F-117就坠毁在田野里，机体残骸很快被拖出来，展示在全世界面前。那一刻，美国空军的脸色比夜色还黑，也让所有人都明白，隐身很强，但不是无敌。2008年 F-117正式退役，他的使命交给了更先进的 B-2 幽灵和 F-22 猛禽。在内华达的机库里，一排排夜鹰被封存，静静停在那里，像冷战最后的影子，被收进了档案柜。但他留下的遗产比缺点重要多了。先看技术上，他第一次把雷达不可见从数学公式变成了能飞上天、能打实战的真家伙。从那以后，隐身不再是选做题，成了战斗机、轰炸机的必答题。不管是后来的 F-22还是 F-35，都踩着他的肩膀往前走。他直接改写了作战逻辑，未来打仗必须要靠隐身机敲到敌人的防空和雷达，后面的战机才能安全进场。1991年海外战争就是最好的例子。夜鹰先开路，炸掉伊拉克的眼睛， F-15、F-16才能放心的去炸目标。最后看文化上，它成了冷战末期最神秘的符号，长得丑却丑得独特，名字叫夜鹰，浪漫又危险。在公众眼里，它就像一只真的幽灵，从不在白天出现，总是在夜幕下划出一道黑色剪影，留下一堆猜不透的传说。有人说它是一架过渡机，这话没毛病，它飞得不快，机动性差，任务还单一。但关键是，如果没有这个过渡，就不会有后来的 B-2、F-22、F-35。所以 F-117就像冷战科技里的一块试金石，它不是终点，却是必须要走的一步。它让世界第一次清清楚楚地看见，隐身是真的能实现的。换个角度想，如果你就是1970年代坐在五角大楼会议桌边的将军，桌子这边工程师推来一个丑到离谱的黑盒子，说这就是未来的战机；桌子那边参谋一个劲儿摇头，说别闹了，我们要的是飞得更快、火力更猛的传统战机，这玩意儿能打仗吗？那一刻你会怎么排版？是赌一把未来，把钱砸在这家看不懂的黑三角上，还是求稳，继续押宝大推力、大导弹的老路？评论区告诉我你的选择，我真想看看大家的思路。下集我们要走进冷战最震撼的实战舞台，1991年沙漠风暴，你会看到隐身战机和精确制导武器如何在一夜之间彻底改写战争规则。我是 Rain， 下期见。